这无疑是我看过最诡异的谋杀案。富豪在结婚当天惨死在典礼现场，而一旁20出头的妻子却没有过多的悲伤。更加诡异的是，男人依靠养蜂业积累了巨额财富，却最终死于自己钟爱的蜜蜂之手。法医在现场发现了脚印和死者挣扎的痕迹，确认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但刑警队长对此感到十分不解，为何死者会在不穿戴防护服的情况下半夜来到数百个蜂箱前？正当众人议论纷纷时，一个男人在毫无征兆下冲进了蜂群，这把周围的所有人都吓得惊呼起来：“警察！哎，警察！”原来程景天回国是为了处理师兄的后事，然而他刚下飞机就被刑警队接走。由于景天身为昆虫学家，警方希望能利用其专业的知识，看看在凶案现场能否找出一些线索。果不其然，即便没穿戴任何防护措施，站在蜂群中的景天也并未遭到蜜蜂的攻击。随后他拿起桌子上的一只蜜蜂，来到众人的面前解释了刚刚的行为。此蜂身体细长，腹部有一圈明显的黄色环带，是一种典型的产自亚平宁半岛的养殖型蜜蜂，特点就是性格温顺，分泌王浆的能力也非常强。程景天认为，死者既然通过饲养蜜蜂创作蜂巢雕塑这么多年，不会不了解蜜蜂的习性，从而被蜜蜂攻击致死，所以他有理由怀疑这起案件并不是简单的意外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景天找到死者年轻的未婚妻询问最近是否有特殊的情况出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您先生2周前被蛰过一次？对，就是上个月20号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记得很清楚。程景天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他马上带着警队的人重新搜索了现场，很快在一个帐篷里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一个绿色的灯罩。随后他再一次找到了死者的妻子，通过确认得知了死者患有红绿色盲症。现在景天终于能确定这是一场人为造成的谋杀案。面对着众人不解的目光，景天将自己掌握到的线索重新梳理解释。之前他就说过，现场找到的蜜蜂平时根本不会主动攻击，哪怕是被无意中蛰到，也只有轻微受伤但不致死。而这次之所以情况如此惨烈，景天怀疑死者身上发生医学上所谓的超敏反应，也就是说，富豪在短短1个月之内，先后遭遇了2次蜜蜂袭击，导致身体内的抗原体产生了对抗性。这种情况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导致宿主死亡。而之所以景天将这起案子定性为谋杀，因为当过养蜂人的都知道，蜜蜂也属于色盲，它们的眼中红色代表了黑暗，而且根据它们的习性，需要在晚上进行喂食，所以帐篷里的灯需要被红布罩上，这样就不会惊扰到蜜蜂。可偏偏在婚礼当晚，其中有一个灯罩被替换成了绿色，因为死者本身也是红绿色盲患者，他根本分不清2种颜色，所以当蜂房的电灯被打开，蜜蜂会被突然出现的亮光变得狂躁不安，而眼前的人类就是他们发泄的最好对象。所以景天断定这就是一起蓄意谋杀案。这起案件充满了谜团，警方在2天内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，并掌握了关键线索，因此他们决定将死者年轻的妻子带回警局。但他这一次是以嫌疑人的身份出现。原来在这起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绿色灯罩，目前只有孔雪有机会接触到它。你们是在怀疑我吗？我们怀疑在现场出现过的每一个人。那你们唯独不应该怀疑我，真是可笑！就因为我们是老夫少妻是吗？你们警察现在都这么庸俗吗？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，我们警察有怀疑任何人的权利，包括你。